九寨沟这2天都是阴雨天，今天离开了酒店，到旁边的藏族村寨中茶村去看一看。村口遇到一位藏族大哥，请我们到他家中喝了酥油茶，聊了好长时间的天儿。一碗就是充气，就像喝那个。这大哥跳的真好。在九寨沟的酒店待了2、3天了，今天想出去转一转，几个人包了一辆车。这什么呀？这是宋城啊，可以看一看。对，因为只有2、3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去九寨的景区。现在来到了九寨的宋城千古情景区。现在这里也几乎没有什么游客，简单看一看。我们这次出来是想让司机带我们去一家比较原始的藏民家里面去看一看，然后有表演最好，体验一下古朴的原始风情。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九寨沟景区门口的这家餐厅，说这家餐厅有表演，一看不是我们想要的，不过进去看一眼是什么样的表演吧。这个餐厅还是比较富丽堂皇的，但是显然这是为旅行团队做准备的。正好里面有为旅行团做的表演。我们几个人一致觉得不想在这里吃饭，让司机带我们去比较原始的地方看一看。司机说附近有个村子，风景非常好，但是没有餐厅，我们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又开了大概10几分钟，我们来到了这里。不过外面开始下雨了。这个地方被称为九寨沟的后花园，中茶村。这里有高山和草甸。旁边这些建筑就是中茶村的藏寨，这边的海拔显示2600多米，应该是个避暑的好地方。看路边的村子，很漂亮的建筑，还是很美的小村庄。村寨虽然在山上，但是通了很好的公路。路旁还有很多鲜花。今天如果不下雨，应该是很美的地方。前面应该有个马帮马队，因为看到刚才有人骑马从山上下来了。这里应该算是一个旅游度假区，中茶村。现在下雨了，不能骑马，在这里骑马大概半小时100块钱。在那边吗？哦，好。在马队这里遇到一位老大哥，请我们去他家里去做客，我们欣然前往。这位藏族大哥的家就在路边儿。这些寨子里的建筑表面上都已经翻新了，还是挺漂亮的。藏族大哥一再说不要嫌家里简陋，而我们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原始的地方。里面是他家的客厅，
进去看一看。藏族大哥请我们喝他家的酥油茶。所以这个茶叶是什么？茶叶是我们那个专门喝酥油茶就必须要这个，并不是你们那个汉族去喝的那个要经过那个茶马古道，对吧？茶叶有，比如说是羊啊、香油啊、糖油啊，那边是产茶区嘛，我们就到那里去拖茶，拖回来。还有这个词儿，茶马古道。中茶村也是茶马古道经过的地方。好，这应该是家里的妈妈。青稞磨成炒熟了以后，就磨成粉嘛。我是江苏人，我们那儿把面炒熟了，然后开水一冲，它直接变成很浓稠的那个糊糊了。大哥用家里最原始的方法给我们冲酥油茶。超好。我们都在夸这位藏族大哥的汉语说的太好了。游客接触，然后就学着说。一天几十个。村子里现在还是以旅游为生，主要有马队可以骑马玩。马场就是村里面一起弄的吗？对，是我们村上那个集资办的。比如说逢年过节啊，什么，比如说是跳锅庄啊，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穿那个藏服，那你们这个村为什么不搞民宿啊那些？民宿我们目前还比较落后。那口音，跟牛奶味。对，牛奶味，正宗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那你们平时怎么吃呢？平时啊。喵。我们几个人非常喜欢在他家做客的感觉。挺辛苦的。藏族大哥在解释酥油茶是怎么做出来的。牦牛肉啊，营养价值高呢。它因为牦牛生长在海拔3-4千米，有人看嘛，这个就酥油。家里养的小猫。酥油出来是牛奶嘛，然后那个味道我已经油脂经过发酵，然后经过打酥油嘛，你们应该听说过没？听说过酥油打酥油茶，这浮在表面上的就是这个精华。给你放少一点啊。酥油茶已经做好了，和我们在其他地方喝的现成的酥油茶味道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茶叶泡的。对，也是茶叶。这个店有讲究吗？没有讲究，搅匀就行。多搅一下，然后就泡。你们有些喝不惯嘛，就一碗就是冲击，就像喝那个。这是他的酥油茶吗？完全打散了还差不多。完全打化了它。酥油茶。做的很好哎。好厉害啊！没想到这位藏族大哥也玩抖音。第一封简历就说好严谨。好好给大叔给宣传宣传。兑点水。对，你们这里真的很好。这叫中茶沟这哈。以及茶马古道，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这里骑马观光。挺好的，你多拍一点。孩子呢？65年的嘛。65年的，对，65年的，56。你有几个孩子呀？2个儿子。都出去了吗？老二在家里面。我老大在那个黑水县工作。黑水县。黑水县那边打鼓冰川嘛。对，打鼓冰川那个在县城嘛。这大哥跳的真好。拍的还是很有意思的。跳的不错。酥油茶。偏偏有一
对，今年在搞那个风貌，风貌是就是重新刷漆啊。就主要刷外面是吗？哎，对啊。里面还是自己弄哈。里面没人弄嘛，这一层现在就对，就把外面搞好。热嘛。这是大哥的老婆，刚在外面忙完回来。大嫂说附近有个邻居，这2天要结婚，还欢迎我们去参加婚礼呢。今天我们下面那个协和镇对面有个亲戚家，那个明天结婚嘛，下年明月，然后就我们亲戚嘛，他帮忙去的。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但是准备明天天气好来这里骑马。感觉今天在这个藏民家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山歌啊，然后跳舞啊。那结婚这边是中午办还是晚上办？